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真相是，中国房市早已死透，哪怕砸下5万亿，也就不回一间像样的交房。2025年7月，中国官方又一次高调宣布，中国经济稳了。官方声称，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5.3%， 甚至还高过全年目标 5%。一片胜利的鼓噪声中，却有一股浓浓的违和感。美国白宫经济政策助理凯文·哈塞特直接点破中国的经济数据模糊不清。没错，这就是报喜不报忧的经济奇观。事实上，整个中国最让人不敢看、不敢说的崩溃现场就是房地产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上半年资料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6658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2%，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851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 3.5%， 其中住宅下降 3.7%， 销售额则暴跌 5.5%。 你以为这只是小幅波动？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对比。2021年上半年，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88635万平方米，销售额92931亿元。到2025年，分别掉到只剩一半不到。4年时间，腰斩都不足以形容这场灾难。而根据2025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变动显示，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1.4%， 其中北京暴跌 4.1%， 广州跌 5.1%， 深圳跌 2.5%。3线城市则分别大跌 3% 与 4.6%。二手房价格更惨，一线城市在第二季出现明显加速下跌趋势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去年中国政治局9月喊出的止跌回稳已经被现实狠狠打脸，破产了。那些天天喊着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人，要么不懂经济，要么只为稳住面子。他们根本不敢触碰体制内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，更别提打破了。2022年，中国爆发了令人震惊的烂尾楼断供潮。大量年轻人一怒之下停止还贷，眼睁睁看着几百万掏空6个钱包买下的房子变成了废墟。当局被迫应对，成立了国家、省、市3级保交楼工作机制。2024年更是大张旗鼓地推出了白名单制度，全国297个城市把符合条件的项目统一列入金融支持名单。根据官方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银行对白名单项目的贷款金额高达 5.03 万亿元。到2025年1月前22天，又新增了5700亿元贷款。这些钱去哪了？怎么没见房子建起来？根据官方资料，2024年住宅竣工面积下降 27.4%， 2025年上半年又跌 15.5%。 意思是钱是下去了，楼还是没建起来。这是天大的黑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项目本来就是最难救的死局。想要列入白名单，得同时满足苛刻的5+5条件，项目必须拥有合规的开发资质，提出的资金需求还得被认为合理，还款来源要明确清晰，抵押担保必须充足，开发企业自身的信用状况也不能出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还得体现出保交楼、稳民生、稳就业、稳投资、稳产业链等社会效益。这不是救项目，是在搞花拳绣腿的门面工程，是在逼着一堆已经断气的房企拿出体检合格加思想端正的假证明。这就像要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同时跑100米，做心电图，还要发朋友圈。说穿了，银行根本不敢放贷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项目大多是无底洞，贷了就是坏账。政策只是摆姿态，实际上都是能拖就拖，能躲就躲。这不是保交楼，这是保证权的面子工程。在中国过去20年，买房等于升官发财的神话深入人心。
从炒房客到刚需一族，谁没梦过一夜暴富？但2025年的中国，这个梦终于破碎了。根据人民银行统计，房地产泡沫破裂前，住户贷款占新增贷款的40%以上，而到了2025年上半年，住户贷款占比仅剩9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断崖式下跌。再看另一组数据，2021年房企到位资金增幅仅4%，但个人按揭贷款增幅达8%。到2024至2025年，按揭贷款暴跌，远超企业资金下滑幅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最忠诚的接盘侠个人购房者彻底不玩了。人们不再相信房子能升值，连最基本的交楼都成问题，谁还敢借一辈子钱去买？从2024年开始，北京方面频频出手救房市，出台了铺天盖地的所谓提振政策，4个取消：取消限购、取消限售、取消限价、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标准；4个降低：降低首付比例、公积金利率、存量贷款利率与二手换购税费；2个增加：增加棚户区货币化安置，增加城中村改造与危旧房翻建，目标100万套；巨额信贷支持，2024年底前白名单项目信贷目标4万亿，2025年上半年再次扩容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睽违10年再次召开，2025年7月14日至15日隆重登场，誓言提振房地产。可是呢，全都没用，销售继续下滑，房价继续下跌，建案继续烂尾，年轻人继续拒绝贷款。整个市场像是失去生命迹象的病人，不论你往体内注射多少药剂，都毫无反应。为什么这些政策毫无效果？因为他们根本搞错了方向。房地产泡沫是靠几十年压榨全国家庭资产堆出来的畸形怪物。现在泡沫破了，它本来就该出清，本来就该崩塌。但北京方面偏不信邪，还想拖一把，幻想靠政策去续命，还天真的以为稳一稳、拖一拖、挺一挺就能撑过去。这不是治病，这是在回避病情，是一场全国性的掩耳盗铃。今天的中国家庭最大的不安不是房子跌价，而是信心崩盘。2024年人民银行公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，表示当前最应该做的是储蓄的比例高达 58.3%， 而选择投资房产的人不到 10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连过去房地产的铁粉、中产、二胎家庭、都市白领，如今也不敢再提买房这件事。更别提广大农村进城者、小镇青年已经完全退出了市场。过去买房是刚需的神话彻底破产，如今中国出现了大量空巢城市、空置新区、下沉式回流，甚至出现了卖1线、住3线的逆向流动现象。据贝壳研究院统计，2024年在全国重点城市的二手房交易中，52%的卖房者是卖大换小或卖成返乡。他们不是升级居住条件，而是为了套现、还贷、跑路、保命。当前中国房地产的状况，用8个字形容：没人敢买，没人能见，没人愿救。没人敢买，因为大家早就知道房子不会升值，只会烂尾，还可能砸掉一辈子积蓄。没人能见，因为房企烂账累累，资金链断裂，拿地热情归零。没人愿救，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崩溃，银行资产风控极严，中央不想再做接盘侠。中指研究院报告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中国100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 10.7%， 其中超过1/3房企出现现金流赤字。头部房企如碧桂园、恒大、融创已是昨日黄花，中型企业苦苦挣扎，小房企基本全军覆没。房地产不是中国经济的底部，而是它的墓碑。
那些还在喊市场会反弹、政策会见效的人，不是无知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他们是泡沫的制造者，是烂楼的共犯，是掏空几代人积蓄的帮凶。中国的房市不是进入了低谷，而是进入了死亡期。这场止跌回稳的政治骗术已经彻底破产，中国人民终于还是自己埋葬了自己过去20年的幻想。